thick and thin, enough to know that I would rather not go through life without you. And in the end, I'm just glad we're friends. And in the end, I'm just glad we're friends. This life keeps moving on, and we keep moving with it. There's been some ups and downs, so I'd like to take a minute just to say I am here to stay. 'Cause in the end, I'm just glad we're friends. I can't pretend, I'm just glad we're friends. L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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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这颗非常壮观的 V8 380 SL R107的分油盘大哥已经把它的外表都洗干净了。我们可以看到，哇，这个外表非常漂亮，非常干净，感觉上跟新的一样。因为大哥在整修之前，一定先它外表一定先经过超音波之后清洗，再来进行喷砂的处理。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外观是非常漂亮的，已经跟它原来是完全都不一样了。那大哥已经把它所有的接头全部都接上去了，加热阀也在充分的加热状态。那我们来进行第一次的未整修之前的流量测试，看它这部车子为什么在高温的时候它起不动了，要打火打好多次。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它到底是测试成绩是什么样的情形。OK， 大哥打开电源，我们可以看到它所有的数据都是在正确状态。然后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我们来看看它1分钟的流量情况是怎么样。好，开始。以380 SEL 它每一缸的出油量，全油门应该在170左右。我们来看看它这颗分油盘在未整修之前，它到底它的状况是什么样的情形？它出油量是不是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有多少的误差？我们目前看到，从右边数过去是1、2、3、4、5、6、7、8的第5缸，它第5缸严重的出油不足。其他的呢，等我们流量测试做完以后，我们再来看它的出油状况。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大哥刚刚讲它的出油量每一缸应该在170左右，结果呢，我们来看从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是150，第二缸110，第三缸125，第四缸130，第5缸几乎没出油，第5缸就10ml，在第5缸根本没出油。第6缸110，第7缸是120左右，第8缸是115。哇，这个分油盘是严重的堵塞，跟我们要求的出油量170，这误差。如果第5缸出油量我们不讲的话，
我们以第二缸的110跟170差60ml，170差60ml，误差已经50%左右了。所以这颗分油盘所碰到的都是我们老车所碰到的问题，也就是说，这部车1982到今年2020都已经37、8岁了，都碰到同样的问题，就是供油系统这个尤其是喷油盘堵塞了。那当然喷油嘴的状况我们更不用讲，那它也是堵塞了这好像是30年的老屋所以我们的水龙头水量都变小了。水龙头变小，当然是因为是水垢的关系所以而且可能还会产生水龙头漏水。那我们这个喷射系统，它油道里面最小的只比头发稍微大一点当然我们的喷油盘是被汽油的胶质堵塞了。那汽油挥发掉之后，胶质一直沉淀在油箱里面经过30多年来，所以会造成这供油量严重的不足。我们看到这次的测试是成绩惨不忍睹。以一般大哥所碰到的喷油盘堵塞的不应该这么严重，尤其是第4、第5缸几乎没出油所以说这个就是大家对老宾士这么好的车子，但是所碰到的一个自然现象就是堵塞。等大哥整修完毕之后呢，我们再来做一个测试。大哥已经把这一部380的 SL 的8缸喷油盘已经把它拆下来了。这个是它的喷油盘的下座那我们看到它这个喷油盘，我们刚刚有看到它第5缸第5缸它不出油。那我们从这边算是1、2、3、4、5、6、7、8。那大哥刚刚检查了第5缸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它已经破损了。那我们看大哥已经有做漆好了。那等一下大哥呢，会来让大家来看清楚到底破在什么地方。这个地方是中心轴中心轴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大哥会该换的 O-ring 是这些部分，修理包是这些部分。还有下面的油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5缸这个抹片破损的情形这个白色圈起来的地方我们现在有看到有点漏光了就是漏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破损的有看到吗？OK， 那大哥再把它反过来看出了有看到这个这辆破损比较亮的这个地方所以说这个破损的话，这个抹片就必须要更换了。因为更换抹片之后，不管是不是抹片有破损，今天喷油盘有拆开，那它就必须要做调校经过大哥调校以后呢，我们现在要来做一个完整的流量测试。那因为它这颗380的喷油盘是1982、83这个年代。它的结构我们刚刚有看到，它结构是只有上面有弹簧，下面没有弹簧。因为它下面抹片顶着的是直接顶的是一个金属，它的底座，所以说这个抹片经过30-40年之后很容易破损。今天这个是大哥所碰到的第一代机械喷射的抹片破损的状况。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大哥在做 W116的350 SEL 的时候，那个
分油盘也是经过更换过膜片的。那至于说1985年以后的第二代机械喷射，这因为它上下有弹簧，它缓冲性比较好，膜片因破损的机会就比较少了。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完整的流量测试。大哥已经把它充分加热已经加热上去了。那这个加热阀大哥也校正过了。所有的管路大哥都接上去了。那我们现在来做2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我们的目标是在170 ml 1分钟。那至于说第二部分，我们要做一个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我们现在开始进行第一阶段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好，大哥打开电源，好，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在维修之前，我们有看到它的流量是严重的不足，只在110、130，甚至于第5缸是几乎是完全没出油的。那这颗分油盘的标准出油量应该是全油门在150 ml 左右，所以说经过大哥调校，更换膜片，然后调校以后，它的数据就相当漂亮了。我们来看看它1分钟的出油量到底是多少。好，时间到，关闭定时器，关闭电源。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7、8缸。第1缸175，第2缸165，第3缸180，第4缸175，第5缸170，第6缸180，第7缸180，第8缸175。那它的误差厂方要求是15%，我们这样看下来，它的误差应该在5%以内成绩算相当优秀了。主要是因为大哥有更换新的膜片，那因为这个新的膜片是属于大修理包的一部分，大哥一般如果说有更换膜片的话，那就是属于大修理包了。那大理修理包的费用就相当贵了。如果以这颗380的8V8的这个分油盘的膜片的话，这颗膜片从国外进口的话，大概运费跟料钱大概要花掉8000块所以说这个在1985年之前的分油盘，尤其是 V8 的大哥碰到的情形，膜片因为脆裂破损机会相当大这个是大哥所碰到第2个的状况了。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 V8 的宾士 M117 引擎的8缸分油盘 380SL 的第2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由于这个阶段的测试时间长达10分钟，所以整段测试影片会分成2个部分。等时间接近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它测试的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380SL 的 V8 分油盘的第2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7、8缸。厂方要求的误差范围是15%。我们现在来看第一缸220，第二缸210，第三缸220，第四缸215，第五缸195，第六缸195，第七缸210，第八缸200。以目视这样的误差也大概在5%左右啊，跟厂方要求的15%的误差已经成绩算相当的优秀了。那这整个分油板的整修测试阶段就到此结束了。下个阶段我们会进行这颗分油板在车上所做的实际上的测试跟它的状况。好，今天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喽。